this big world. Lonesome I have roamed. I've laid down in green pastures. I've rolled down rocky roads.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演说啊。所谓该来的还是要来啊。这里我说的来呢，是指路来的来啊。本来我不想这么早扯路来的，但是呢，由于演说第一期播的是哈苏2050cc，里面无意中出现了 2.8GX 打酱油的画面，很多观众呢就私信给我们说，先聊聊 2.8GX 吧。于是今天呢，我就奉命来扯路来的 2.8GX， 只有这个啊。我是真的不想在聊 2.8GX 之前把整个路来历史都概括说一下，因为那样就算再简单的概括，本期节目时间也会超时的，那样我就没办法向演说小组的伙计们交代了啊。但是如果直接就给各位上菜 2.8GX， 好像确实有点简单粗暴啊，不如咱们就简略的先扯一扯路来双反，这个对于了解 2.8GX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说当年呢，双反相机的种类以及厂家有很多，例如福伦达、蔡司啊等等，以后咱们都会陆续的和大家分享。如果说问各位双反相机有什么代表信号，那我估计啊，大家的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大概率还是路来的信号啊。不过咱们都知道，路来的产品类别很多，双反啊只是它其中一个类别而已。当然，路来的双反啊，它有很多种信号，这些只是其中一部分啊。路来虽然明面上说是1919年创立的，但是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909年 Paul Frank 在佛伦达做学徒的时候开始。路来的另外一位创始人 Reinhold Heydrich， 他也是佛伦达的员工。实际上呢，他后来做了佛伦达生产部的经理啊。Frank 从小呢家境很好，他是特别喜欢单筒望远镜啊，就这种海盗望远镜啊。也正是因为这个呢，他才去佛伦达做了2年的无工资的学徒。家境不好，谁敢干这个，对吧？后来他加入了 JET 公司呢，这家公司呢主要是做望远镜的，单筒啊，还有这种双筒啊都做的。而且 Frank 在这家公司后来做到了商业主管的位置。但是好景不长，随着1914年一战的爆发，他们失去了出口的市场，公司也维持不了了。于是呢 ，Frank 就在战后在柏林注册了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主要是卖显微镜啊、望远镜啊。不过有一点啊 ，Frank 意识到了战后很多人喜欢拍一些战争损坏的画面啊，所以呢，那个时候立体相机呢特别受欢迎，就是前面有3个镜头一圈的啊。于是呢 ，Frank 就找到老东家佛伦达，希望销售他们的相机，他就去佛伦达谈代理啊。这个时候呢，他就遇到了老同事 Heydrich 呢，顺路就表达了自己有另外一种相机设计的想法，但是呢，无奈啊，佛伦达家大业大啊，没啥兴趣。况且呢，这种设计呢是由战争想到的，自然就被佛伦达否决了。其实呢，当时柯达的皮枪折叠机呢是很受欢迎的，战争期间呢，很多士兵都想要一台用来随身拍摄啊。不过柯达那个取景器呢，得把头露出战壕才能拍摄，这样呢无疑相当于自杀呀，所以士兵就当然不会这么干了啊。于是呢 Heydrich 就想设计一种在战壕里面就能用的相机。当时他的想法是这样的，类似于便携的潜望镜的设计，这个呢就是双反相机设计的由来。回到刚才的故事啊，其实 Heydrich 家境不好，所以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自己做相机。他比 Frank 大10几岁。听完 Heydrich 的想法之后呢， Frank 表示愿意投资。后来的事实证明啊 ，Frank 并没有试验。当然了 ，Heydrich 在自己家地下室设计的这台原型机啊，就这台，也没有让用户失望啊。他们俩呢，一个是懂如何设计以及制造相机，一个是懂消费者以及市场，两者组合在一起呢，就是路来当年成功的基石了。1919年的12月10日呢，在德国布伦瑞克，这2位呢就注册了路来公司。10天后，他们申请了专利，名字就叫做反射取景器的照相机 Photographic Camera with a Reflex Viewfinder， 全称就是这个啊。其实咱们现在讲的双反相机，当时不是这么讲的啊。并且呢，他们俩一起的名字申请的专利，不是一个人的啊，而且公司占比呢也是各50%。如今呢，我们在任何一台老的路来双反上啊，依然能看到 Frank Heydrich 的名字。那为什么叫路来呢？不叫别的呢 ？Rolly 为什么叫这个呢？很简单，因为就是用 roll 卷的意思啊。因为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老相机大概都是用散叶片的。那么问题来了，同时期的大佬佛伦达为什么不做卷轴胶片相机呢？这个其实也是因为以前稍微大一点画幅的卷轴胶片呢，非常的容易皱啊。直到伊士曼，也就是后来柯达啊，他发明了一种胶涂在背纸上，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但是佛伦达当时根本不知道柯达解决了这个问题，柯达没告诉他。为啥呢？因为那个时候佛伦达主要的产品啊都是用散叶片的，比如说 Beckenhall 绿皮龟那种相机啊，柯达自然就会有散叶片的很多存货啊。其实在做这台相机之前啊， Frank 呢专门向伊士曼要了卷轴的这种样品啊，确认以后才开始做的。于是呢，最早的路来双反相机就可以用127的卷。其实呢
1916年就开始试制了，就是因为卷的问题，还是放弃了。是到1928年10月，禄来才开始做成了10台成功的原型机，就这个机器啊，10台。1928年啊，不过呢，等到1929年1月的时候呢，这台 Original 就正式量产了。我买过很多台1929年产的 Original， 绝大部分啊还能正常使用，快门啊对焦都是好的。第一代的呢，它是光圈有 4.5 的，第二代是 3.8， 这一台呢是 4.5 的，都是蔡司的天赛头。关于 Original 的故事呢还有很多，例如呢，为什么禄来第一款双反相机用的是蔡司镜头，这个也得和柯达有关系啊。这里面说来话就长了，故事有点长啊，以后咱们再单独做节目与大家分享，不然今天咱们这个跑题就跑太远了。但是大家注意啊，禄来最早产品是市场热捧的立体相机，它最早产品并不是双反相机。我以前有一台禄来的早期的那种立体相机啊，前面3个镜头的。禄来在当年有多成功呢？从1929年到1938年10年时间啊，禄来一共卖掉了30万台相机。要知道这可是100年前啊，而且呢1931年的时候呢就有了309位员工。其实到1935年的时候呢，禄来就卖掉了18万台相机，而且1937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就授予了禄来最佳相机设计大奖。今天咱们这期是聊 2.8GX 的，但是由于是第一次受禄来双反，所以我不得不简单扯下前面的内容啊。其实禄来的创立的故事啊还有很多，留到以后节目咱们再慢慢聊啊。好了，前面就当做我没说吧。今天的节目咱们正式开始啊。从最早的 Original 开始，到2000年最后一代 2.8GX 80周年版本，这中间跨度啊有70年啊。里面值得详细和大家聊的型号呢，其实有很多，以后咱们再慢慢单独做节目与大家说啊。每一个量产型号的禄来双反，我曾经都喜欢过啊，也应该都曾经拥有过的。每个型号呢，都好像是刻在我的脑子里一样。但是如果今天我给大家按照时间顺序把它说出来啊，这好像没多大意思啊，那与 AI 也没什么区别了。于是呢，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呢，简单就将禄来双反归为4类。第一类就是从最早的 Original 开始，然后呢，这台是 Original 啊，到标准型，所谓 Standard， 这台就是 Standard。这个阶段呢，禄来双反呢是刚问世的阶段，一切的设计呢都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所以咱们感觉呢，这个时候禄来对于未来设计方向也是处于比较懵的状态啊，于是就有了第2类风格完全不一样的出现，比如说禄来 Magic， 我今天忘摆过来了，不管了啊，还有 T 系列，还有 Rolleicord Art 系列，这个系列呢俗称花脸猫，这个就是花脸猫，金属饰皮的啊。第3类呢就是它的主线发展系列，比如说 3.5MX 啊、3.5A 啊、2.8A 啊、C 啊、D 啊、E 啊、F 啊，还另外呢这个系列还有一个广角版本，比如说这个禄来 Wide， 这个呢是它的广角版本啊，当然它还有一个长焦的喷人像的135毫米镜头的啊。大名鼎鼎的 2.8F 和 3.5F 呢都是1959年开始这个主线到成熟的标志啊。这里面有很多型号是带 CDS 测光的，就这个前面啊 CDS 测光。第4类呢就是现代系列，例如说 2.8GX 啊、FX 啊、4.0FW、4.0FT 啊，还有各种纪念版。这类有3个特点，第一呢是带 SPC 测光点的， SPC 有2个测光点啊，咱们后面再说。第2个呢是带 OTF 闪光灯测光系统的，第3个呢 HFT 镀膜，就是看双光更好，上面有标记啊。我们今天要说的 2.8GX 呢，就这里面的第4类的范畴。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GX 这个型号呢？其实1981年禄来就已经破产了。多嘴说一句啊，破产之前的10年啊，禄来呢把老大哥福伦达给收购了，很魔幻吧？以后咱们说福伦达的时候再聊啊。但是在破产后呢，禄来居然推出了2个型号，一个是 2.8F Orium 和一个 2.8F Platinum。Orium 所谓的黄金版， Platinum 所谓的白金版，其实就是颜色不一样啊，而且呢非常的成功。禄来是计划1年推出一款新的相机，无奈破产了，所以只能放慢脚步了啊。在 2.8 Platinum 之后呢，禄来考虑是否要停止双反相机的开发。不过禄来呢，最后还是做了新的相机，是双反相机啊。根据禄来自己给出的理由是啊，他说是由于觉得双反相机是 Heidec 心血啊，而且当年为禄来占领了绝大部分德国市场，功不可没，所以继续新型号呢依然是双反，于是就有了 2.8GX。其实啊，2位创始人那个时候呢都不在了。Frank 在1950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去世了，后来由他的儿子继任了。Heidec 呢在1960年也不在了。但是在我看来啊，因为大背景啊是80年代全球相机市场几乎都被日本厂家逐步的统治垄断了。例如仅仅在50年代的时候呢，日本做仿制禄来双反相机的公司呢就多达69家，很夸张吧？但是当年就是这样的。那么禄来只有继续做自己最拿手的型号、最拿手的机器，才能起死回生，或者说才能继续活下去啊。于是呢，新产品依然是双反。1987年 2.8GX 问世，相比之前的 2.8F 呢，
确实做了很多改进啊，这个也是正常的，因为毕竟技术在进步嘛。主要改进的方面呢，总结一下就4个方面。第一个，测光的改进，机身上用了2个 SPC 的测光点，第一个位于片舱内镜头后口侧面，用于 TTL 测光，来测量胶片反射的闪光灯亮度。第2个测光点呢，位于半透明的反光镜底下，这个位置呢就避免了漫射光。相比之前老的2.8F 那种平均的 CDS 测光啊，2.8GX 这种就极为精准了。而且新的测光系统需要一节42244 伏的电池来供电，我们第1期节目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多说了啊。所以除了测光以外， 2.8GX 依然是一台纯机械的胶片相机，没错，纯机械啊。第2点改进呢，镜头虽然依然用的是5片3组的蔡司 Plana 80-2.8镜头，但是镀膜做了优化啊。这个前面那个标记啊，这前面有个 HFT 的标志，咱们等会再说操作时候再说啊。这个看炫光和硬度呢，明显比之前老的 2.8F 要好很多。第3点呢，就自动计数机构的改进了。这个我自己的体会是啊，故障率明显降低了。禄来给出的理由是呢，由于新的胶片背纸呢更薄，所以呢需要改进自动计数机构，以便更耐用。而且呢，能够用120和220卷，2个都能用了。第4点和第1点其实相关的，就是 OTF 的闪光灯系统啊，例如 2.8GX 可以用这种禄来的 SCA 这种啊，这刚好有一个。SCA 356的转接系统，这个呢接到它闪光灯下面，这个接到闪光灯那边啊，这边呢就是接到美姿的系统啊，德国美姿的啊。现在看来呢，美姿的好像系统几乎用不到啊。我举个极端例子，我这刚好有个美姿，这玩意儿就是美姿其中一个极端例子啊。咱们把这个背出去拍照片，那基本上跟挂个炸弹挂身上差不多了啊，热乎乎的。所以现在来说基本上用不着，这种是220伏充电的，挂在腰间的。至少呢，我现在是没这个胆带这种东西出去拍了啊。其实呢，这里很多改进是来自于禄来 SL 系列上的，比如说测光元件的改进啊。1973年的时候，其实禄来就有 SLX 上面呢第一次使用了，并且呢，1982年的时候呢 ，SL661上再次验证了就是 SPC 的测光点。至于 OTF 系统呢，主要是来自于禄来35毫米相机 SL2000F 上面的。这个系列呢很特别的有3003，咱们以后再单独聊啊。3003很有意思，别光说改进啊。也有咱们看起来有退步的地方，比如说后盖吧。老的后盖呢，咱们看一下啊，老的后盖把这侧面有个点拨一下，然后后盖就很容易可以自己换了。但是如果新的呢，就换不了了。其实 2.8GX， 比如说这边吧，这边是一个60周年的后盖，和这些 GX 后盖都是通用的。但是如果咱们自己换也换不了了，它后盖就没有那个机构了啊。那么 2.8GX 很多人会觉得像油漆厂啊，版本太多，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啊。相比禄来35的版本 2.8GX 算是简单不少了，一共才11个版本，是才11个版本啊，这听着好像很矛盾啊。咱们来具体说一下版本啊，这个不得不说啊，毕竟这期咱们是聊 2.8GX 的，再加上太多的人不了解 GX 版本，所以咱们讲一下啊。第一个版本从1987年到1988年，这是初代的 2.8GX 黑标的最早期，很多机械结构呢和 2.8F 白脸啊 3.5 白脸呢是一样的。这个版本我自己的体会是呢，相对于别的 GX 来说，不是那么靠谱啊，细节不多说了，时间不够啊，以后再说。第2个版本呢是1989年的60周年版本，这个版本一共生产了1500台，包装盒也是非常大的啊。如果当时买到全新的呢，或者后面买的全新的，它是一个牛皮纸的外包装盒，贴了机器的标签啊型号在外面，里面呢是一个灰色和蓝绿色相间的组成大盒子。我曾经有过很多台的60周年。但是极少有内盒盖的是好的啊，都会碎，都会裂的啊。有几次买到全新的也还是会裂的。原配的里面有说明书啊、介绍的禄来的，还有背带啊、证书、保卡、说明书整整一堆。我说这些是表示呢，很豪华啊，好像看着很逼格很高的样子啊。注意，它的1号近摄镜呢是分了上下2个的，这个和老的 2.8F 的那种禄来尼尔1号呢是不一样的，外观仔细看有区别啊。60周年的机器饰品呢是 Napa 的鳄鱼皮的纹路，是压花的，注意不是真的鳄鱼皮啊，注意区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禄来的背带呢 2.8GX 60周年呢是和3003一样的，我这边有一条啊，和3003是一样的 ，SL2000F 系列也是用这个背带。在所有 2.8GX 版本里面，60周年我算是相对使用时间比较长的一个版本，几乎全部是用来拍反转片的啊，哑光金色，装低调的同时呢，掩盖不了骚气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它用的是康柏的快门，非常的轻柔，1/8秒也能手持。人品爆棚的时候呢，1/4秒也敢不上架的，直接拍就行了。还有就是机械性能呢极为靠谱。
我没有留下来的原因呢，是因为到后来我发现很多台60周年的测光都坏掉了，没用了，不行了。而且只要经常用，它的饰皮是非常容易磨损的，也很容易掉漆。咱们看一下一个后盖啊，这后盖饰皮就磨损了，非常容易磨损。但是这种后盖饰皮是不能拿酒精擦的啊，镜头水也不要擦。第3个版本呢，1994年的 Expression 94版本，其实叫 Expression 94版本啊，500台，总产量是500台。其实是赶着禄来65周年推出的，后盖名牌上就多了一个94，其实和其他的 GX 没什么区别啊。第4个版本是1994年的金版的 Golden Expression 94版本，面板的 24K 金的 24K 纯金啊，面板只生产了33台，很夸张吧？其实呢，它是日本经销商向禄来定制的，不是禄来说自己我得出个这个版本，不是的，定义很简单，禄来只是在普通的版本之上呢，把 GX 的一些局部的零部件啊换成金的就行了。整个审美呢是根据日本玩家来的，24K 金的圈圈啊，饰皮也是咖啡色的，连外包装盒都是那种纯木色，没有油漆的，日系风很浓啊，还是挺漂亮的。但是别看它产量低，如果说看的有卖的，其实价格并不贵，至少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贵啊。第5个版本，接下来咱们就是1994年赫尔穆特牛顿版本了。我手里这台就是了，后盖上有标志啊，有赫尔穆特牛顿的签名，这也是禄来唯一一个为纪念人出的 GX 啊，原厂自己出的啊。这位大神呢是1920年出生的，他和禄来创立是在同一年，巧合啊。这个机器的饰皮呢是那种类似于18度灰的饰皮，特别是在这个旋钮的地方啊，这个机器的饰皮啊也是我最喜欢的 GX 的饰皮了，非常的漂亮。它原配的包装盒上面呢还有赫尔穆特牛顿的签名啊，代表作都有，机身后盖上有名牌啊。这位大神是2004年去世的啊，很多人说他是一位情色摄影师，我不这么认为啊。结合他不同时期的作品，我觉得他是一位时尚摄影师。只不过呢，有些时候作品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呢，是过于超前，就是说超出当时时尚摄影的范畴而已。本来这台机器我想单独聊一期的，里面的故事，就是因为里面的故事很有意思啊，但是无奈时间有限，也只能说到这儿啊。说第6个版本啊，刚讲第6，我没记错吧啊？现在是讲第6个版本，1995年日本市场的，用的是 Urash 7的版本，这是日本7啊，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产量是130台，快门用的是日本精工的快门，24K 金版本一样，这个也是日本经销商直接定的，其他就不多说了，不是原厂直接出的啊。第7个是1995年出的75周年版本，我这刚好有一台啊。这个机器呢产量也很低啊，900台，它的镀金面呢是金色的。这个版本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包装的时候呢，我以为是山寨的，我说这包装也实在是太简陋了，相比60周年来说啊，太不讲排场了。毕竟这个是原厂出的纪念版，不是经销商定的那种类型啊。75周年包装盒的大小是60周年1半大小，和60周年不一样的是啊，它所有的金色啊，这种前面的这种金色面啊，它是亮面的，不是那种哑光金，而且配套的1号近摄镜的都是金边的。而且只有这个版本原配的近摄镜是这样的，其他版本都不一样。饰皮呢是压花的蜥蜴皮，不是真的蜥蜴皮啊，是压花的。背带呢通用608的608系列背带，我这边刚好有一条，咱们看一下啊，背带接口是不一样的。这个机器呢是1995年生产的，每个月生产75台，所以呢咱们在机身侧面这上面啊可以看到，这是那个月生产第几台。当然了，它是目标生产期数，但实际上有些月份就没有生产期数了，比如说这个月吧，生产64台，这也是正常的啊。当年的总产量呢，目标是900台，但实际上根据这样下去啊，实际上它是不到900台的。此外呢，75周年的快门呢是不如60周年轻柔的，这快门按下去有那种当当当转钟的声音，咱们来听一下啊。这声音呢还是非常明显的啊。这个呢，其实是因为它用的是扣宝快门的原因啊，没有别的原因啊。快门震动还是比较大的，相比之前的。此外，75周年呢还用过三星的一些配件，这个让我感觉就非常的不入来了啊。刚才咱们讲到第7个，现在是第8个了啊。第8个呢就是1995年到1996年之间生产的 Expression 2版本，也叫蓝标版本。我这还有一个蓝标啊，这边有蓝标，这个蓝标呢就是禄来原产的，没有装过机的蓝标。这个版本呢其实产量不低的，一共生产了1000台。用的也是扣宝的快门，这个没什么可讲的啊。我手里呢，刚刚我讲过了，这个也是原装的配件，还有很多别的配件，市面上都会有。当然，当时禄来停产的时候，
也叫倒闭的时候流出来的，一直流到现在啊，热性比较多。第9个版本呢，就是1996年生产的禄来 Club， 其实是禄来英国的禄来基友会定制的啊。1996年的禄来的 Club 版本生产了100台，禄来英国的基友会定制的，有的呢，它上面是直接打了订购者的名字在上面啊。第10个呢，就是从1996年到2000年的 Royal 版本，中文外号就是叫蓝色多瑙河，每年200台，总共生产了1000台，产量其实是不低的，但是现在价格非常的昂贵，原因很简单，就是大家认为这个漆面颜色很漂亮，其实我自己认为也特别漂亮啊，再加上这个名字逼格高啊 ，Royal 谁沾了这个边都得贵啊，对吧？最后一个版本就是 GX 2000年生产的 2.8 GX 80周年版本，只生产了500台，产量很低吧，但是大家不太喜欢啊。这个也是禄来最后期的 GX， 是因为呢2000年的时候呢，欧洲刚好通过了所谓的欧洲环保法，所以它那个版本用的玻璃呢就是环保玻璃。个人审美呢认为这个禄来太凑合了，这个版本太凑合了，几乎和普通版本没什么区别。对焦手柄上呢，电池盖有一圈印上的字啊，表明是80周年纪念版本啊。另外就是后盖名牌上的字不一样，我手里拿的这个呢，就是80周年原配的这个电池盖啊。然后呢，后盖上名牌印刷上去的字是不一样的。另外其他的是和 Expression 版本是一样的。11个版本说完，我自己都有点头晕了。那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机器的操作和使用方面要注意的事项啊。虽然定制版本呢我们也用过，但是所有非定制版本我都是用过的。可以说 2.8 GX 无论哪个版本的出片素质都是一样的，包括很多人不喜欢的80周年版本，所谓的环保玻璃版本啊。我和一般带着非环保玻璃信仰的朋友很多年前就盲测过啊，盲对比过，出片真的和非环保玻璃的版本肉眼看上去没有任何区别，或者你可以认为我们的眼神都不好吧。虽然说我们这帮人里面很多人都是觉得环保玻璃会更好，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打脸的，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啊。好了，咱们来说一下 2.8 GX 的具体操作啊，操作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好，咱们来操作一下 2.8 GX 啊，其实这个操作是非常简单的，两台的操作都是一样的，除了装电池是不一样，还有挂背带不一样。挂背带这个就不讲了，太简单了，挂这就行了，操作是一样的啊。装电池咋不一样呢？等我再讲，咱们先讲一下这个操作的功能啊。比如说，咱们先把这个镜头盖拿掉。这个镜头盖和遮光罩是不能一起装的啊，遮光罩是原厂的，带橡胶伸缩的，咱们可以装进去，这样就可以了。平时放皮套里面、软包里面可以把它压回去，非常的方便。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拿下来。然后呢，这个是镜射镜原厂的，上下两个，厚的呢装下面，厚的上面有一条平的，咱们注意一下啊，装的时候呢，平的是朝上面的，它有一定卡位的，到这卡住了就可以了。当然，其实它哪个位置成像是不影响，到这也可以一样的。能卡紧就行。然后这边是上面的镜，上面呢是可以一起装的，其他的原厂滤镜装不了的，有卡位啊。装完这个之后呢，也是不能装镜头盖的。镜射镜就这么用的啊，这是原配的啊，75周年原配的镜射镜，亮金色的，60周年是那种哑光的，咱们把它拿掉。看一下这个侧面啊，这两台侧面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这个呢就是过卷用的，过卷呢怎么过呢？往前面过半张，再退半张就可以了。这边按一下就可以了。比如说咱们过一圈也得退回来，很方便的啊。这边呢，打开看啊，这边呢是多重曝光用的。比如说咱们过卷的时候呢，往前面拨的时候，按住这个不动，它就是只上弦不过卷，等于是多重曝光用的。这边有一个，都有啊 ，GX 都有的。好，我们看一下另外一面啊。另外一面呢，就是装电池、装卷的旋钮啊，以及检测电池电量，还有闪光灯地方啊，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台呢，我是装电池的，可以看一下检测灯光会亮，电池会表示有电。如果按着不亮了，表示电池没有电了。这两个电池盖子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电池盖子等于是两个盖子，这个只有一个盖子。比如说咱们把这个拧开，75周年原配的是这种有一条金色边的哈，普通版本是没有这个的。80周年是这种盖子，不一样的原配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旋钮，这种呢最好不要用硬币，硬币一拧就花了。我们看一下这台我已经装过电池了。这个地方呢，直接用手压就可以了。转的时候呢，咱们要对焦筒转到1米的地方，这边有个景深卡尺1米的地方，这边会有个声音啊，感觉好像有点奇怪，对不对？
正常的，因为它电池高低的这个声音卡在这儿，所以这个声音是正常的啊。好，我们把它打到最近，再把这个呢拧开，用手压住就可以了，不要用什么硬币会把这个膜花的。这里面是一个6伏的电池，这个弹力还算可以的，就是能弹出来。很多绝大部分啊用是弹不出来，而且侧面它有个弹簧挡住的。所以呢，注意啊，这个正负极呢是正极朝里面，负极朝外面的，侧壁上有标记的，按照侧壁标记来啊。如果说咱们这样弹不出来咋办？这个抠不出来啊，最好是装电池啊，2.8GX 必备的利器啊，磁铁这种吸一下把它吸出来就可以了，要不然真的太难拿出来，这样倒也倒不出来，因为它侧面有个东西卡住的啊。装回去呢也是用手压住，装回去之后呢，再把对焦筒拧动了，很轻松，而且它这个螺纹很浅，到底了，可以了，检查一下有没有电。这个地方呢就是装卷的时候，卷轴拉开，把卷轴装进去的。这个是调 ISO 的，这个必须要调啊 ISO， 因为有测光。这个是闪光灯热血啊，比如说这个 SCA 的禄来原厂的这个转接器。我们可以直接加到这儿，也可以在这个上面呢加一个闪光灯，都可以。这上面呢，好，我们把它放一边去啊。后盖呢很简单，不同版本，比如说80周年它有后盖颜色不一样，75周年的后盖上面也有写了75，60周年也写了，但是它60周年写的不是60周年啊，75周年写的75，60周年是写的1989。然后呢，看这个后面啊，底下呢是一个1/4口的快转板的螺丝孔，把它拨回来，就可以打开了后盖了。后盖是不像老的可以随便拿下来，这个不能拿下来啊。里面呢这边有个测光点，就是TTL 测光的啊。这卷轴呢往外拉才能弹出来，要不然弹不出来。所以装卷的时候一定要压到底了。这里面就很简单，其实这个操作呢都非常简单。然后呢，咱们装电池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取景器，打开之后呢，这边还有放大镜。用前面的呢往里面压，但是压呢不要压到底，压之后呢用手在里面扶一下，比如说这压往里面扶一下，要不然会把气刮掉。取景器里面非常清晰，咱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两边呢有2个按钮，压住往后倒，好，对焦屏就出来了。对焦屏这个原配的呢是方格加裂相的，前后对焦的时候对焦屏会移动，前后移动这是正常的啊。比如说咱们半按快门，这有灯亮了。红灯表示曝光过度了，咱们可以右边的红灯过度了，咱们可以这样是变成左边的红灯了，中间绿的是刚好，黄灯呢是差那么一点点，它有5个灯在上面啊，绿灯1个，两边各2个灯，看来回变化，这个测光是好的，只要这种情况测光就是好的。隔一段时间不动呢，它又熄灭了。这个地方呢是快门按钮，如果拨过来呢就锁定了，按不下去了。这边也可以接机械的快门线，这边是个闪光同步接口。调节光圈和快门就是两边的这个波轮，就两边这个波轮啊。老的呢是联动的，新的 GX 它是不联动的，两边可以单独调节，也非常方便。其他的用的呢，这个地方是为了插卷，比如说咱们的胶卷盒子上自己插个进去。现在咱们都不这么做了，很少人这么做啊，以前是经常用的。另外有一点啊，啰嗦一下啊，就是咱们平时用的话，尽量不要用2.8光圈啊。虽然2.8光圈它成像是不错的，其实是可以用的，直接用的光圈啊。但是如果用2.8光圈拍出来之后呢，咱们看翻转片直接用放大镜看呢，对焦都可以都对上了。如果用顶级的投影机打在荧幕上一打出来，对焦就糊了。如果全部用2.8光圈，依照我的经验啊，12张里面120卷，12张里面得有个4、5张对不上焦的。虽然说看底片都对上，但投影机一打就对不上了。这个和快门速度高低那种震动是不一样的，那种清晰不清晰跟这个是2个概念啊，这个就都知道了，就不说了啊。其他方面要用的呢，没什么值得说的，因为这个机器用起来太简单了，相对于别的机器来讲啊，就是别的中画幅的双反。好，咱们来讲一下这个机器需要的配件啊。对于 2.8GX 可能需要用的配件呢，每个人情况其实是不一样的。我只说我自己以及我熟悉的朋友的一些感受啊，这里面可能又有得罪人的话了啊。第一点，最常用的就是背带了，但是注意啊 ，2.8GX 版本不一样，背带接口是不一样的。例如最早期的版本到60周年版本，他们用的背带呢是和禄来3003系列是一样的，
其他版本用的背带呢是和6008系列一样的，前面已经讲过了啊。到我录制视频这个时候为止呢，这2款背带接口呢只有原厂有，没有第三方的接口啊。原厂早已经停产很多年了，所以要不就是找二手，要不就是说可能或许会有库存的。第二个呢，最有用的就是遮光罩了。遮光罩有2种，咱们可以看一下啊，原产的啊，咱们只说原产的。这个呢是伸缩遮光罩，2.8GX 原配呢就是这种伸缩遮光罩。铝合金呢是不可伸缩，但是因为它都是背3口的，所以和 2.8F 呢老的是通用的，这种就是铝合金的啊，原产的。我个人觉得伸缩这种呢是更好用的，但是用久了之后呢，这种呢就很难把它伸出来，缩回去之后很难伸出来，所以平时不用的时候呢，原产橡胶遮光罩最好是伸出来存放。滤镜呢也是背3口的，我自己是不用 UV 的啊，不管什么画幅的镜头我都不用 UV。但是有色滤镜对于拍黑白来讲还是很有必要的，比如说黄镜，我都得说一句啊，多年前呢，国内市场上出现过一种木盒包装的禄来滤镜，一盒是8片还是10片，我忘了啊。但是有色滤镜，滤镜的外框是黑色的，那个并不是原产的。虽然盒子上啊、滤镜上都打了禄来的商标，虽然价格也不便宜，但是那个不是原产，不是原产啊。另外就是禄来原产的滤镜上下呢是不能同时一起装的，除非是原产的近摄镜上下一起，因为它厚度不一样啊。否则如果装原产的，比如说天光镜啊、有色滤镜啊，上下不能一起装，只能在中间磨掉一块。原来当年啊，咱们用滤镜的时候就是那么用的，磨掉一块，非常的折腾。后来听说现在好像复产的了，我不用 UV， 所以我不看这些东西了。第4点，镜头盖，咱们可以看一下为什么要提一下镜头盖，因为禄来不同版本的 GX 2.8GX 它原配的镜头盖颜色不一样，比如说这个赫尔穆特牛顿呢就是配黑色，大部分是这样的，配黑色。然后60周年和75周年原配的镜头盖呢就是这种暗金色的，所以这2个型号是通用的，其他型号的盖子颜色是不一样的啊。当然这个暗金色只有原产有了，这种盖子是有非原产和原产之分啊。镜头盖最让人讨厌的就是山寨了，我说的山寨呢就是直接打着原产一样的商标在上面，连一个小小的 for 都没有的。我买到过二手山寨的，当然我是当做原产买的，卖家也说原产，但到时候一看折叠起来和我与其他原产的手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了，原产几十年前的还是手感更好啊。第5点呢，就是近摄镜了，管角和长焦套件那一类的，我个人觉得是没啥用啊，也不好用。长焦和套件、管角套件那个呢，还容易开胶。第6点是眼偏取景器，原产呢有3种款式，最早呢就是额顶的，很多二手的有磕碰啊或者开胶，然后就是后期的也容易开胶。全新的我也买过好多个，最好的状态也是中间有一条线的开胶的前照啊。第3种就是最为稀有，是针对60周年和75周年版本的，它颜色是那种暗金色，造型呢是跟后期一样的，视频颜色是和60周年、75周年一样的。最后呢要说的就是皮套了，这个呢因人而异啊。我当年出去拍照呢是喜欢罩个套子在上面啊，这个呢不同版本 2.8GX 皮套类型是不一样的，类型都不一样，无法通用的啊。皮套的材质和样式呢，原产也分了2种。首先呢，原产是有硬直柔格的 2.8GX 呢，原产皮套呢外面只有黑色，没有别的颜色。咱们看这个啊，这种的咖啡色它是老的，不是 GX 没有这种颜色的原产的皮套。不管是原产的软包，这种是软包啊，这里面是有个卡托非常好用，还是硬直柔格 2.8GX 只有黑色。所以无论你在什么地方看到，如果说是有硬直柔格的皮套呢，不是黑色的，它是有别的颜色。无论外包装上印的有没有禄来，价格多贵怎么样，它都不是禄来原产的，哪里生产我就不讲了啊。而且原产的是没有这种对焦手柄保护罩的，原产根本没设计过这玩意儿，没有这东西啊。所以说到点到为止啊，大家清楚了啊。我这么说已经很明显得罪神州大地的某地方人了啊。其实第3方配件我是很喜欢的，但是直接打着原厂的商标，哪怕是连一个小小的 for 都没有的，那我是严重鄙视这种产品的，也是一定不会买这类配件的啊。原产软包呢，这种底部呢，大家看看啊，这种底部是有个速来卡托的，禄来 2.8GX 原配的就是这种，当然它不是标配，可以另外单独买，直接卡上就行了，非常的好用。山寨呢是直接打禄来的 logo 在上面，这个呢是至少我是非常鄙视这种东西的啊。如果说你要多找几个真懂材料啊、真懂皮革的专家，多去问问了解一下，就知道根本不是山寨说的那么回事了。
如果要高级点的软套啊，或者说第三方的也有很不错的，例如意大利那个啊，以及我桌面这个啊，都有。具体牌子我就不说了，避免有广告嫌疑啊。我个人经验是这样的，原产的硬直流格的皮套啊，其实是非常不好用的。其实并不是说它能够硬的就能保护好相机，不是那么回事的。反而有时候呢，装取的机器时候很容易划伤机器的对焦手柄，这点我深有体会。所以对于 2.8GX， 我只用2种包。一种呢就是这种原产的软包，一定要原产啊！我强调一遍，一定要原产。第二种呢就是这种软的皮套，注意不是硬的直流格，是这种软的啊，软的皮套。自己用用对比一下就知道是不是我说的这样了。我相信以后市面上也会有不错的第三方配件，但是我自己以及我熟悉的很多朋友都是强烈反感直接打入来原产商标在上面山寨配件啊。关于配件呢，我要说的内容是克制了又克制，不然仅仅 GX 配件可能单独可以聊起，那基本上会把很多人都会得罪了。我已经和演说的小伙伴们都说了，等这一期咱们播出以后呢，等着各路人马来喷吧，也不管那么多了啊，毕竟讲真话是很过瘾的，而且公开说真话特别带劲。10来年前，在我身边的朋友有很多人呢开始用 2.8F， 那个时候呢，我就强力向他们推荐 2.8GX， 但是很多人给我的答复是呢，我不要装电池的双反相机，哪怕测光也不行。于是我就给他们推荐过福伦达的 Super， 国内也叫苏8皮啊，或者 Super B， 其实 Super 双反相机啊，不仅只有禄来，其他还有意思的还有很多啊，很有意思的。但是他们又觉得这个看着不如 2.8F 现代啊，要知道 Superb 那个年代对应的禄来是哪个型号，我就不说了，大家可以查查，查完就知道德系里面的福伦达是多么的传奇了。老福伦达的很多镜头和机器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德系品牌器材了。不过福伦达怎么也想不到70年代被禄来收购之后又转卖到日本，这个咱们以后再聊啊。这几年的 2.8GX 被太多人所推崇，越来越多的玩家呢体会到 GX 靠谱，不是老的 F 能比的，而且 GX 机器自身的 TTL 测光既好用又精准，同时机械性能远比老的 2.8F 靠谱很多。我说的是白里昂那代啊。另外呢，最近几年呢，老的 F 价格很多人觉得太离谱了啊，但是这个每人看法不一样。当然了，以后我们也会单独做节目聊聊 2.8F 和 3.5F 这种老的禄来双反。不过并不是说新的就比老的靠谱啊。例如说禄来的双反管角版本啊，比如说禄来 Wide， 这是禄来 Wide 老的啊，就比新的 4.0FW 靠谱，实在靠谱太多了啊。全新状态下的 FW 呢，测光就是坏的，镜头也是脱焦的，也不奇怪，这些都是我自己买过很多台全新的 4.0FW 得出来的经验啊。这个又得得罪人了，这个是大坑，以后再说啊。有关器材的很多事呢，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有些话呢说出来可能让人听得很不舒服，毕竟呢真话总是最难听的啊。但是我还是打算继续，以后呢把它慢慢说完，瞎说大实话得继续下去啊。毕竟啊得罪人的话呢得慢慢说才显得逼格高啊。2.8GX 呢缺点也很多，例如它需要用独立的6伏的电池 ，SPC 的测光元件需要用这个电池啊，而且 SPC 的测光元件很容易会老化，老化非常明显。它使用寿命呢也不如老的 CDS 的测光表，远不如啊，非常明显。小问题就更多了，例如 GX 上下镜头的名牌圈圈，就这个前面的镜头，这个圈圈是很容易掉的，因为原产就直接是粘上去的，冬天温度低了，或者说使用时间久了就掉下来，而且很多时候掉了，咱们自己也不知道在哪掉了都不知道，所以找不回来。这个圈圈丢了，咱们是不影响使用的，只是会影响心情啊。这个东西也没有卖的，早就没得卖了。前面说这些所有的问题啊，我感觉完全不能否定 2.8GX 是一台非常不错的中画幅胶片双反相机。作为大画幅玩家来说，我现在唯一不愿意去用它的原因呢，就是不能数码化，也就是说不能直接用数码后背了。这个理由听得好像有点鸡蛋里挑骨头啊，没办法，我也只能给自己找这个借口不去用它了。除了德系，我最喜欢的很多器材，咱们以后再说啊。这期提到很多福伦达，看样子下期咱们得拿一台福伦达来扯扯了。这不算预告啊，也可能中间改变主意说别的。好了，本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给我们点赞以及转发。由于咱们的节目呢是不定期更新的，所以建议大家关注我们的频道，这样更新了也能及时收到提醒啊。就像第一期咱们讲的，演书是一个平台，如果你有有趣的收藏、独到的见解，或者说特别的经历，都欢迎联系我们，说不定下期出讲人就是你啦。有任何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随时联系我们。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再见，谢谢。Narrow is the road to glory. Perdition's gates are broad and wide. On the steps you take
bright.